与会的贵宾，大家午安，大家好。今天很荣幸能够有这个机会，到我们的华大这么好的地方，来跟各位分享台湾呢成为亚洲第一，就是同婚法案通过第一个国家。那这一段的历程呢，事实上是惊涛骇浪，来得及，这样速度可以。是惊涛骇浪的，所以呢，这一段的历史我们应该把它记录下来。那要知道说，我们的同婚法案事实上是经过然后大法官会议解释，又经过公投，最后才回到立法院通过。所以呢，这一段的这样的一个惊涛骇浪的这样的一个经历呢，是世界独有的。那经过这样的一个惊涛骇浪，能够面对克服。那其实呢，他的经验是来自于我们的整个妇女运动，所以呢，我想我今天就利用这样短短的时间呢，来跟各位分享我们台湾怎么样从戒严时期妇女运动走过来。那妇女运动这些的这个经验，给这个同婚的运动呢很多的养分，然后让我们的同婚运动呢能够这样的一个通过。所以在妇女运动的话呢，当然我们可以分为4个阶段。那第一个阶段呢，当然就是性别意识的一个觉醒，然后呢，到法律的修改，到整个政府制度的一个改革，到最后呢，国际的接轨。所以呢，我们就从这4个面向呢，来看看我们台湾的妇女运动怎么样从威权时代男尊女卑这样的一个世代里面呢，一直走到今天，我们能够真正的男女平等，每一个人呢都能够有做他自己的一个选择的一个自由。下一张。所以呢，如果要谈到台湾的妇女运动呢，那首先呢，当然就要回到我们台湾的这个拓荒，就是妇女女性主义的拓荒者，也就是我们的前副总统吕秀莲。所以呢，她在这个1970年代呢，她其实就是成立了一个拓荒者出版社，还有保护你专线。大家去想象，在戒严时期，所谓的戒严，就是我们宪法上人民的基本权利全部被冻结。所以你没有言论的自由，没有集会结社的自由，所以大家不可能像今天一样坐在这里，因为这就是集会。所以呢，大家全部都可以被抓走，被抓去关。所以呢，你没有言论的自由，没有集会结社的自由，没有出版的自由。但是呢，在当时，吕秀莲呢，她在1970年代发表了一篇呢，这个传统的这个女性呢，在传统的这个法律的地位。那这个一篇的文章呢，在当时引起非常大的一个回响。当然呢，这个称赞有之，然后呢诋毁者有之。那因为吕秀莲是我台大呢法律系的一个学长，所以呢法律人在谈法律一定是讲的什么权利义务。可是在戒严时期，在我们那个年代是只能够问国家你能够为国家做什么，而不能够问国家能够为你做什么。所以呢，你是只能够讲义务，不能够讲权利的年代。因此，吕秀莲那一篇文章，法律当然就是权利义务，但是你只能够讲义务，不能够讲权利。他在里面呢开始讲权利，当然就触犯了禁忌，因此呢会被批评。所以呢，吕秀莲他用个人的力量呢，就成立了拓荒者出版社跟保护你专线。那大家不是说不能够成立拓荒者，怎么能够成立出版社呢？那大家要知道，在戒严时期，人民没有权利。但是政府有特权，所以呢，你只要有关系，你还是可以去成立出版社。所以呢，成立拓荒者出版社。当然，最后呢，他发现他里面的经理就是特务，所以事实上是政府准许他，但是又就近监视。好，所以后来呢，这拓荒者出版社跟保护你专线都关起来，他到美国去。然后后来呢，发生了就是中美断交。就是中华民国，中华民国第一次呢要跟美国呢要断交，但是这个讯息呢被我们台湾的政府呢是整个是封锁的，被中华民国政府是封锁的，所以呢他那时候呢就决定说，他是不是应该回来把这个讯息带给我们的同胞，而且回来参加呢我们国民大会的增额选举，因为大家知道我们的这个中华民国呢，从中国1945年呢撤退到台湾之后，那我们要反攻大陆。所以呢，这部宪法是从中国带到
台湾来的，因此这部宪法是不能够动的。所以宪法里面规定，总统是由国民大会的代表来选，因为中国那么大，不可能每一个人去选总统，所以呢，里面规定是要由国民大会的代表来选总统。因此呢，在这样情况之下呢，当然国民大会的代表就全部都不能够改选，因为我们要反攻大陆嘛。所以呢，1年、2年、3年过去了，一直没有办法反攻大陆，所以所有的这些国民大会的代表就是过世的过世，然后呢，这个就是垂垂老矣的，吊着点滴开会的，所以人民的呼声就出来了，要求能够增额补选。所以呢，第一次要增额补选的时候，吕秀莲就回来。要投入了补选，但是就刚好中美断交，所以呢，这个整个选举停止，进入到这个仍然是戒严的时期。所以呢，也因为这样，他加入了美丽岛杂志社。那在戒严时期，我们人民能够看的书就是政府准许你看的书，政府没有准许的书不准看，看了以后就是白色恐怖，你就会被抓走。所以呢，当时呢，就是政府规定的书。那很多的这些的人民关心政治的这些的杂志呢，大家都叫做地下杂志、党外杂志，因为那时候党就只有国民党，所以其他的大家都称为党外，所以称为党外杂志是不准看的，看了就会被密告，然后你就被抓走。因此呢，那吕秀莲投入的美丽岛杂志，也就是所谓的地下杂志、党外杂志，然后呢，就在12月10号的那一天呢，举办了一个大会集会的游行。那当然呢，这是违反集会游行法，所以呢，这个整个政法部队包围，因此呢，就发生了美丽岛事件。美丽岛事件之后呢，吕秀莲当然被抓进去关了。所以呢，在吕秀莲抓进去关之后，整个社会是一个风声鹤唳的一个年代，因为只要你跟谁有关系，因为政府也利用这样的一个机会呢，来打击异己。政府呢，在国民政府退到台湾之后，228。把这个在日据时代的所有的台湾的精英杀掉，然后白色恐怖把中国到台湾来的精英把他送到监牢里面去，然后美丽岛事件把台湾呢对战后的这些的精英呢也送到监牢里面去。所以呢，在美丽岛事件的时候呢，也就借由这个你违反集会游行大肆抓捕，所以像林义雄根本不在现场的也一样被抓捕，所以像这个施明德呢就开始大逃亡。因此呢，发生了美丽岛事件之后，风声鹤唳的年代，那吕秀莲进去监牢了，大家就在想说，那妇运是不是这样的种子就断掉了？因此，吕元珍等人就跟他当时在从事保护这个拓荒者出版社跟保护你专线的吕元珍呢，他们就觉得说，那我们是不是来做点什么？大家就决定我们应该来成立一个杂志社，所以这杂志社叫做 Awakening。下一张。所以呢，就成立了这 Awakening 的这个杂志。那这个杂志的目的干嘛？就是我们要去探讨5000年的中华文化对妇女到底是精华还是糟粕，我们要去芜存菁。所以呢，大家就开始从各种的角度呢去探讨我们的这个中华文化对妇女的一个影响，所以就成立了 Awakening， 就是意识的一个觉醒。但是这样的一个杂志在当时的社会这种小院女性的杂志几乎就是商业的，所以呢都是印得非常的精美，然后呢上面就是女性的比较裸露的这些的照片，因此妇女新知呢是这种 A4 是 V5 的，比 A4 还小，这样小小的一本，然后黑白印刷，当然印不出去。但是呢，我们在1984年的时候呢，就做了一个问卷调查，在当时问卷调查是一个非常新颖的东西。然后我们就做了一个问卷调查，就是你在一辈子里面你的性骚扰是多少，就是你有被性骚扰的经验。当时性骚扰 sexual harassment 刚从美国引进台湾，所以 sexual harassment 到底要翻译成什么？大家七嘴八舌的，最后就说我们就翻成性骚扰。可是谁也不晓得性骚扰是什么。但是在戒严时期，所有的性是只能够做不能够说的。所以呢，我们就利用了妇女节的时候，把这个问卷调查的报告呢，把它这个结论呢，把它剖出来。因为有高达80.2%的妇女朋友呢，她们呢有被性骚扰的经验。所以呢，在当时我们利用妇女节，国际妇女节3月8号，总要应景的报道。可是呢，报道在过去，虽然我们说我们没有集会结社的自由，但是我们的妇工会、妇联会、妇女会，大家知道妇工会就是我们讲宋美龄。妇联会
妇女工会、妇联会讲宋美龄，还有这个孤雁卓云的。然后呢，妇女会就是各个县市长的夫人所组成，当然这些都是达官贵人的夫人。所以这3个团体是合法的，其他的全部都是地下组织。那他们每一年要报道，当然就要宣导政令，所以就是我们要反攻大陆，说要去闹军，要去这个慰问孤儿，然后要去替军人缝针衣、缝军衣，那不然呢就是要插花烹饪。因此呢，每一年都这些的活动呢，媒体觉得好像了无新意，所以他们就看到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妇女新知杂志。发表了一篇非常惊悚的80.4%的妇女朋友被性骚扰的经验。虽然大家不晓得性骚扰是什么，但是一看到那个性第一个字呢，大家整个社会就非常的兴奋，所以就变成头条。好，那变成头条，当然就给我们一个更兴奋的。为什么？因为我们发现说我们的杂志发行杂志就是希望能够这个传播出去，否则你发行杂志没人看，根本没用。所以呢，能够在利用妇女节的时候，上了头版，因为妇女的议题永远不会上头版，因为头版是国家大事，妇女的议题永远是在婚姻家庭版，那顶多呢到社会版，社会版有杀夫或是被杀命案才会到社会版，所以它永远不会到第一版国家大事。所以呢，国家大事跟猫狗小事呢也曾经发生论战，为什么？因为在1987年的时候呢，我们国内第一个研究家庭暴力的学者陈若章教授，他在一个国际的学术研讨会上发表一篇家庭暴力知多少，结果是要有另外一位男性的学者来做评论。那位男性的学者说，家暴那是家务事，怎么能够搬到这样的一个学术殿堂来讨论？我拒绝评论。你想，一个女性的学者要在国际学术研讨会上露面做报告，这是多么难得的机会。结果一位男性的学者当场给他塞了2个耳光。所以那时候呢，民间团体呢就在《中国时报》呢开始声援他，然后发生论战。什么是国家大事？什么是猫狗小事？谁来决定哪些是猫狗小事，哪些是国家大事？所以呢，也因为这样子的妇女新知，看到了，可以利用每一年的妇女节来剖一个惊悚的议题，因此呢，我们就称为丢炸弹。所以我们就利用每一年的妇女节，提出了，譬如说妇女参政年，妇女为什么只有1/10的保障条款？它应该是最基本的保障，为什么是变成最高的门槛？或是妇女工作权？妇女进入到职场，你就要签切结书，结婚怀孕就要自动离职，或是家庭主妇年，家庭主妇你所有的财产都是属于先生的，那请问家庭主妇你的财产到底在哪里？所以呢，我们就一年一年丢出一个议题。那也因为这样子呢，到了1987年，下一张，1987年的时候呢，发生了国父纪念馆事件。那国父纪念馆事件是什么？就是因为在以前所有的公的领域或私的领域，女性你要进入到去上班的第一天都要签一个切结书，我结婚怀孕我就要自动离职。那国父纪念馆呢，不只是你结婚怀孕要自动离职，还包括你年满30岁也要自动离职。所以呢，我们丢了几年的炸弹，这一群的妇女朋友在以往大家都是鼻子摸着，然后就是回家走路。但是呢，这群妇女朋友一共有54位的女性的员工呢，大家就站出来，然后委托律师写了存证信函给国父纪念馆，说依照中华民国的宪法，不分男女，在法律上一律平等。那为什么跟我一样考进来的男生年满30岁不用走路？因为国父纪念馆规定，你结婚怀孕还有年满30岁就必须要走路。因此呢，他们就请律师发了存证信函给国父纪念馆。结果国父纪念馆呢，他的回信，当然回信说，我们招考的这些的女生都是要当接待员，因此必须要仪容端庄。换句话说，年满30岁就人老珠黄。所以呢，这样的一个公文出来，真的孰可忍孰不可忍。所以呢，我们的所有的这些的妇女团体，大家一看，其实不到20个人，但是大家浩浩荡荡，因为那时候还在戒严。所以呢，大家就上街头去声援他。那当然谁来了？
所有的媒体都来了，警备总部也来了，调查局也来了，但是他们看看这一群女人造不了反的，所以呢，国父纪念馆呢的态度很强硬，他就说是你们违约，不是我违约。当初没有人强迫你去签这个切结书，你可以不签啊。大家也知道，你不签你就不用来上班嘛。所以呢，国父纪念馆态度这么强硬怎么办？大家就到他的上级主管机关教育部，结果教育部还好，他是管教育的，所以教育部说，我们不是已经废了吗？因为前一年财政部已经把所有的省属行库、所有的银行呢规定，你们不可以再有这个结婚、怀孕自动离职这样的一个漏规。所以教育部发现，他没有废，所以呢，包括教育部，然后国父纪念馆这个中正纪念堂、美术馆等等所有的文化机构都有这个漏规，所以就把它废掉。那上级主管机关讲话，所以国父纪念馆真的呢就只好从善如流把它废掉。但是国父纪念馆就把它改成1年1聘，好，1年1聘，我今年留下来，明年还是必须要走路。所以呢，这些妇女朋友，大家说，我们律师都已经找好了。我们到法院去告他，可是你要告人家，一定要什么？一定要请求的人的根据。你根据什么法第几条去告人家？就大家翻遍6法全书，发现没有条文。所以呢，有一天呢，这个消费者文教基金会的董事长，他就遇到我的时候，他就说：“尤美女，没有法不会自己立。”我们说我们又不是立法委员，我们怎么立法？他说：“我们消费者文教基金会，因为当时正在这个世界的潮流呢，就是在消费者保护运动，所以呢，消费者文教基金会呢，在这个美国的这个亚洲基金会的赞助之下呢，他们就去这个立了一个消费者保护法。当时政府也立了一个消费者保护法，但是当时政府所立的消费者保护法是在保护企业主。”所以呢，后来呢，消基会呢，他们就定了一个消费者保护法，就今天后来2个定案，也就是我们今天在使用的消费者保护法。我说，你们消基会是民间团体，那时候已经解严了，所以1987年解严，所以呢，我们妇女新知解严之后呢，所有的妇女团体大家都可以成立的，所以我们就成立了妇女新知基金会。所以你消费者文教基金会你是民间团体。我们妇女新知基金会也是民间团体，你可以立法，我们当然也可以立法。可是对啊，说谁叫你们去立法？所以呢，我们就这样误打误撞的开始走上了立法的一个路程。所以呢，开始立法，说实在的，我们怎么知道法要怎么立？所以呢，就是上穷碧落下黄泉呢，到各地呢去找资料。那时候还没有电脑，没有网络。所以那时候要找资料，必须到图书馆去找资料。而我们在1971年退出联合国，在退出联合国之前，台大的图书馆所有联合国的资料是成套的完整在那里。但是1971年之后，我们所有的资料就全部断绝，因此我们查不到资料，只好开始写信到联合国去要资料。结果发现联合国在1975年到1985年定为妇女10年。要求所有的会员国必须要在这10年内把明目张胆歧视法律、女性的法律把它废止掉。所以各国呢，在1985年的时候呢，大家呢真的就定了一个像说反性别歧视法，或是工作机会均等法。那我们台湾因为1971年就退出联合国了，所以在1985年的时候，各国都已经定了这样的一个法律呢。台湾我们是在自外于这个整个一个国际的潮流。所以我们才会到1987年还发生国父纪念馆事件，那也就因为这样子呢，所以我们就开始定了一个男女工作平等法。那男女工作平等法就现在的性别平等工作法。所以这个法律呢，等于是我们妇女团体第一次大家从私的领域里面开始走到公的领域。私的领域就是我们要回家，为什么结婚怀孕要自动离职？因为你就是要结婚。所以在当年，我们还有每一年呢，联合报或是这个那时候当时只有2个报纸，《中国时报》跟《联合报》，这2个报纸呢，每一年都会公布适婚年龄，今年几岁的人就要结婚。如果你在那个年龄你没有结婚，大家社会就开始用异样的眼光看你，开始叫你老姑婆、老处女。所以呢，大家就只好赶出来找一个穿长裤的嫁了。为什么就要穿长裤？因为在当年女生只能够穿裙子，不能够穿长裤。就像现在日本的
妇女朋友还在努力争取在公司上班女生可以穿长裤一样。所以呢，在当时呢，就是男生一定穿长裤，女生一定穿裙子，所以就要找到一个男生穿长裤的结婚嫁掉就对了。所以呢，也因为这样子呢，我们呢就开始定了一个男女工作平等法，在探讨为什么女生在工作职场一直受到歧视，就是因为育儿的这个责任呢没有办法从个别的女生身上卸下来，所以呢，我们的男女工作平等法就现在平等工作这个性别工作平等法呢里面非常重要的，也就是在讲育儿到底是谁的责任，所以呢，才有所谓各种的这个产假、陪产假，然后呢，前面的这个产检假，那另外生理假，那另外呢就是生下小孩之后的育婴假、家庭照顾假等等。就生小孩是要女人来生，但是育儿不一定是女人责任，它应该是国家社会的责任。所以呢，等于第一次呢，妇女朋友从私的领域走到公的领域，也开始学习立法。而这个立法呢，等于一下子就跳到国家的层次，所以我们开始学习如何能够呢，怎么样送法案。下一张，下一张，对，OK， 那前面一张，那就是开始学习怎么样能够送法案。然后呢，怎么样让立委能够联署？那法案送到立法院之后，怎么样去游说？那游说之后呢，怎么样去就是说去让立委呢能够就是折冲遵主，然后最后能够通过。所以这个法案的影响呢，也就是到今天我们所有的大部分的跟妇女就是性别有关，或是跟人权有关，或是跟弱势团体的权利有关的，几乎都是由民间团体自己立法，送到立法院游说，然后由立法委员自己呢，最后折冲遵主通过。所以这成为台湾的另外一个特色。那这个特色呢，也就是变成我们说台湾的整个一个民主化的过程。是男性抛头颅洒热血，甚至黑名单，然后呢，甚至各种的刺蒋案等等的，我们这样整个一个走过来，那很多的男性因此的牺牲掉生命，或是或去坐牢。当然里面也有女生参与，但是台湾民主的深化，真的就是从我们的妇女运动开始。我们说人民自己要的法律自己立，自己的国家自己救，所以自己的法律自己定。那这也就成为我们呢的民主深化里面非常重要的一步。所以呢，因为有了男女工作平等法之后呢，那后来呢，当然有一天呢，这个上一张好吗？上一张，有一天呢，我们的这个离婚教主施季青，那他已经过世了，那他就提到说，有美女，现在呢很多的离婚的妇女朋友，大家都在水深火热，希望呢你能够修改民法亲属篇。在当时呢，想说男女工作平等法，我们都从零到有都把它生出来了，民法亲属篇只要改几个法条，那有什么大不了的？所以一口就答应。答应之后，结果发现真的是踢到铁板。为什么说踢到铁板？因为呢，这个民法亲属篇里面的每一个条文都牵涉到我们中华文化5000年的文化。这里面呢，就包括说夫妻结了婚以后，你要从夫居，你要冠夫姓，子女要从夫姓，所有的财产要归夫所有。离婚的话，孩子留下来，财产留下来。为什么？因为我们的传统就是女性要嫁到夫家去为夫家传宗接代。所以呢，今天我们要把这样的一个婚姻制度把它解构，我们发现，那解构了之后呢，那我们当然想着说，依照联合国的 CEDAW 公约，CEDAW 公约呢，就是因为大家讲说要男女平等，但是你男女平等，问你说你要什么权利也不知道，因此 CEDAW 公约就消除对妇女罪刑事歧视公约，它是在1979年通过的，那它里面呢，就是把妇女所要的所有的权利，包括我的工作权、我的参政权、我的婚姻家庭的权利、我的身体的自主权、我的健康权等等，全部呢都一条一条归在里面。所以我们称 CEDAW 公约呢是妇女呢权利公约。因此呢，依照这个 CEDAW 公约要男女平等，可是在婚姻家庭里面男女平等，那个婚姻的状态又是什么？
所以呢，第一次呢，我们开始把除了法律人以外呢，我们把学文史哲的这些的专家学者一起请进来，一起来探讨，把传统的婚姻解构了之后，未来的婚姻的想象会是什么？所以我们开始走上了民法亲属篇的一个修正。那民法亲属篇的修正呢，我们提出法案之后，因为发现说男女工作平等法送到立法院以后，因为我们刚刚讲了很多的这些的增加企业雇主的成本，所以企业主呢大反弹，他们直接上书当时的总统李登辉，说这是呢企业出走的10大恶法之一，要求政府呢绝对不能够通过立法。所以呢，就因为这样子开始延宕，在立法院被冰在立法院冰了12年，就是一直到2000年我们政党轮替，阿扁在竞选总统的时候，他去签了民间妇女团体的承诺书，答应他当选之后要让男女工作平等法通过，所以才在2002年男女工作平等法通过。所以在当时我们在定男女工作平等法的时候，就现在的性别平等工作法的时候，那时候我怀着老2，等到通过的时候他已经国2，大家就可以知道那一段路程有多遥远。所以呢，也因为男女工作平等法被冰在立法院，所以呢，我们的民法亲属篇修改了之后，我们就不想被冰在立法院。所以呢，这个民法亲属篇的修正呢，另外一个特色，我们开始学习怎么样做运动。所谓的做运动，就是第一个，我们发起万人联署，然后训练了婆婆妈妈也就是家庭主妇，我们编了婆婆妈妈戏剧团，让他们去演当先生有外遇的时候，太太被扫地出门。然后呢，法律搬出来，求救无门，所以呢，我们就让这些婆婆妈妈们的戏剧团跟着律师团一起到社区去做演讲跟表演，同时拿着联署书。一去的时候问婆婆妈妈说，问这些听众说，我们民法亲属篇要不要修改？然后他说不用，等到戏剧演完，等到律师讲解完之后，要不要修改？要。好，那大家签署。所以呢，我们去收集了4万份的这个联署书。所以呢，在这种情况之下呢，在送法案的时候呢，我们就把4万份的联署书呢，在我们的立法院前面呢，整个一字排开呢，真的是浩浩荡荡。那立法院好，我们训练的婆婆妈妈开始呢去做到社区去演讲之后，我们也训练这些婆婆妈妈呢，立法院的观察团。当我们的法案送到立法院去之后，这些婆婆妈妈呢，就坐在立法院的观察席里面呢，去看看我们的立委的表现。所以有些立委真的不怎么样，所以这些婆婆妈妈就会有一些的不以为然的表情，所以曾经被骂楼上的婆婆妈妈们，你们不要装那种表情。他说哦，好，下一次我们就戴面具去，那你就看不到我们的表情。那当然，后来因为别的法案也是有大家去旁听，然后不满意，从上面丢东西丢到楼下的这些立委席，所以立委有人被打中，因此呢，后来就从此禁止不再有旁听。好，所以呢，你们看到立法院婆婆妈妈的观察团，等到法案通过之后呢，我们又成立了这个所谓的法院的观察团，我们训练这些婆婆妈妈到法院，因为法律通过，法官观念没有改。那没有用，所以呢，这些婆婆妈妈就在那里呢去记录法官讲什么话，讲那些非常没有性别观念的话的时候就记录下来。所以曾经有一次呢，一位观察员开完庭，法官就把他留下来。法官说：“能不能把你刚刚写的记录给我看？”把这位观察员吓坏了，这位志工吓坏了。那当然，民间司改会也跟着用这样的方式，后来当然跟法院非常不满，所以现在也都被取消掉了。所以你会看到我们一步一步的。那另外呢，因为我们要求修改民法亲属篇，那因为虽然我们刚刚讲说民间立法送到立法院，但是这个法案要通过，一定要政府有版本，有相对的版本，因为法案通过之后是政府要去执行，所以政府没有版本，只有民间的版本，政府它没有办法执行。所以呢，我们的男女工作平等法会摆了12年，就是因为当时的劳委会，就现在的劳动部，因为企业主的反弹，他们不敢提出相对版本，所以才会摆了那么久。那到了民法亲属篇，我们就去找当时的法务部长马英九，说：“我们的民法亲属篇呢，对男女呢非常不公平，所以呢，我们要求修改民法亲属篇。”但是呢，马英九部长呢，他说：“我们的民法亲属篇是在民国20年在中国大陆制定，
然后呢，一直到了民国74年，1985年的时候，我们刚刚讲，1975年到1985年，联合国定为妇女10年。所以虽然我们不是联合国的会员国，但是政府的确从善如流，花了10年的时间去修改我们的民法亲属篇，改成什么？夫妻结了婚以后要从夫居，但有约定者重启约定；妻要换夫姓，但有约定者重启约定；子女要从父姓，但有约定者重启约定不行，要母无兄弟，但有约定者重启约定。好，那另外呢，所有的财产归夫所有，那但是呢，将来的财产就是一个人一半，离婚或死亡时候一个人一半，但是先生对于太太所有的财产有使用权、有收益权，管理上的必要还有处。换句话说，你所有的财产就是被架空，但有约定者重启约定。那子女的监护权原则上归爸爸，但有约定者重启约定。所以呢，我们的马部长就告诉我们说，你看我们的法律很公平，你们可以约定。大家觉得公平吗？不公平，为什么？因为它是但有约定者重启约定是但书，但书是例外，只要没有约定或约定不成就回到原则，所以有修等于没有修。所以这就是联合国在1975年定为妇女10年之后，在1980年的时候，各国都去修改他们的法律。那时候瑞典提出来说，虽然我们大家都去修改法律，但是我们必须不能够有性别盲，我们必须要睁开性别的眼睛，去看到性别，否则的话，那个就是换汤不换药。那个法律呢，修改有改等于没改，所以你就会看到我们那时候的法律的这个1985年的修改，就是换汤不换药，性别盲，盲就是瞎子，就是 blind， 就是看不见性别的这样的一个修法。所以呢，马部长呢说到1990年。才过5年，我们的判例还没有形成，所以呢不可能改。好，那不可能改怎么办？大家就想到大法官，我们就呢想要去申请大法官会议解释，说我们就去这个征求案例，因为你人民要申请大法官会议解释，你必须要是你的案子到法院去1审、2审、3审败诉确定之后，法院判你败诉所根据的法律本身违背宪法，所以你要找到这样的案例非常的困难。同时，即使有这样的案例，当事人也不愿出来，因为是属于婚姻家庭，你出来大概会被你的所有的家族整个唾弃。所以呢，在这种情况之下，你要找案例非常的困难。所以我们就开始征求案例，好不容易征求到案例了。那征求案例，我要送大法官会议解释，在当时的大法官的组成，事实上都是保守的一群，因为那时候都是国民党执政。所以呢，在这种情况之下呢，大家就在想，那第一次呢，我们的大法官要行使同意权，在第6届的大法官要行使同意权。为什么？因为我刚刚讲过，我们的国民大会的代表，因为后来1995年、1996年我们开始总统大选直选了，总统直选之后，需不需要国民大会代表？不需要了，所以大家就要求把国民大会的代表废掉。可是国民大会的代表要废掉，因为它规定在宪法，你必须要去修宪。谁来修宪？国民大会的代表修宪。你想有可能吗？所以呢，他们不只是不把自己自废武功，他们就用扩权，他们把所有的大法官的同意权、监察委员的同意权、考试委员的同意权全部抓到自己的手里来，然后他们要开始第一次行使大法官的同意权。因此呢，当然都磨刀霍霍。所以呢，我们就找了反对党，当然就是民进党的国民大会的代表。跟他们要求这些的被提名人，其实都是我们的教授，然后呢就要求他们呢怎么样？我们就提出10个问题，我们这样上草山，草山就是阳明山，上草山10问大法官，然后呢要求他们呢把他这10个问题作答。当然这10个问题都是跟男女平等有关，所有的这些的被提名人呢，真的是战战兢兢，在当时没有电脑。所以他们都是用手写，然后送打字印刷，就跟我们以前的硕士论文一样，博士论文一样。所以他每一个人都交出一本本精美的这样的一个答案出来。然后呢，民进党的国民大会代表交给我们去做分析，然后我们开了记者会。因为所有的这些的被提名人都说这个与宪法精神不符，但是因为历史的因素什么等等有历史共业，我们就说好，没关系。你现在说与宪法精神不符，
等到你上去之后，你不要再跟我讲说，啊，这个与男女平等无关。那我们就在想说，那我到底要什么时候送？所以呢，我们就利用第5届，因为过去大法官是1届9年，95、45等于45年来没有做过一次宪法第7条男女平等的解释。所以我们就想说，好，你们第5届大法官你们要卸任了，你们要不要在卸任之前留下历史的文献？所以我们就在第5届呢，就在他们卸任之前把它抛出去。结果让我们真的是起鸡皮疙瘩，因为第5届的大法官在他们卸任的前几天做出了第365号的解释。我们的民法亲属篇的1089条规定，父母对子女亲权的行使不一致的话，以父亲的意思为意思。那这个部分呢，他认为呢，这是所谓的父权，父亲的父权独大条款与宪法精神不符，政府应该在2年内修法。OK， 所以这给我们非常大的鼓舞，所以这也就是为什么后来所有在立法院卡关的法案，全部都送去大法官会议解释，因为大法官会议解释，它就有拘束力，拘束政府机关，政府机关就必须照着做，所以这也就是我们后来同婚法案走向申请大法官会议解释的这样的一个滥觞。好，所以呢，我们用这样的一个方式呢，各种的策略，来让我们的民法亲属篇能够动起来，因为大法官会议做的解释，所以政府就开始动起来。所以我们的民法亲属篇当然今天修改了，夫妻呢结婚了以后呢，不再同夫居，而是双方约定，然后呢自己呢这个不再冠夫姓，你们可以自己保自己的本姓，然后所有财产啊各自保各自的财产。那离婚的话呢，就是一个人一半，然后呢孩子的监护权以自己的利益为依归。好，也因为这样子呢，所以后来接着呢就是家庭暴力防治法，然后呢性侵害犯罪防治法、性骚扰防治法等等，因为各种的事件不断的发生，所以呢我们就开始呢一直走上这样一个修法的一条路线。下一个，好，所以你会看到，不管是家庭暴力防治法、登录的杀夫案，然后妨碍性自主罪章，哈，就是以前所有的性侵害的案件，我们以前没有性侵害这几个字，都是叫做强奸。强奸是放在妨害风化罪章，为什么？因为你没有好好的去抵抗到你不能够抗拒，所以是你破坏社会善良风俗。所以我们第一次提出了所谓的性自主，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性的自主权，所以增列了刑法的妨害性自主罪章，然后呢也定了一个性侵害犯罪防治法，然后性别平等教育法。那性别平等教育法也是因为有一个叶永志，他因为娘腔，然后呢在学校里面被霸凌，那后来呢就是上厕所的时候，用下课前10分钟上厕所，结果是在厕所，那这样的事件呢引起民间妇女团体的愤怒，所以后来定了一个性别平等教育法，然后呢性侵害犯罪防治法等等各种法案。好，现在这样，那因为这样子呢，所以后来呢妇女团体呢。当然，后来是在1996年的时候，也发生了彭婉如事件。那彭婉如呢，她是我们民间妇女薪资基金会的秘书长。那因为呢，她去奔走所谓的1/4参政条款，在以前我们刚刚讲过，宪法保障妇女参政的1/10，所以呢，后来我们要求呢，能够有1/4的女性的，就是被提名的这样一个条款。那你要求立法委员去修改，那几乎不可能，叫他们自己拿石头去砸自己的脚。所以呢，我们就想要杠杆原理，让反对党可以提出，我在提名的时候提名1/4的女性，那这个对于执政党而言，那会是一个很大的压力。所以呢，彭婉如她就在民进党里面去奔走，结果那一天呢，她出来的时候呢，上了计程车就不见了，后来被发现在荒郊野外呢，身上被砍了37刀，就到现在还没有破案。所以这个事件引起妇女团体非常的愤怒。因此，我们发起夜间大游行，然后要求政府召开妇女人身的安全会议。所以后来呢，政府就照单全收我们的所有的诉求，成立了行政院性别平等委员会，也就是现在的行政院性别平等会。那这个性别平等会是什么？就是我们的行政院长当召集人，然后呢，再加上各部的部长，再加上所有的民间团体的代表，再加上专家学者，共同组成一个院会。去讨论我们的妇女议题，然后讨论通过之后列入到各个部会列管，然后列管之后你就必须要去执行，你执行的成果必须要让民间妇女团体，也就是这民间的代表同意之后，你才能够解除列管。所以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的妇女运动
后来我们的妇女权益的保障能够如火如荼，也这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观点。所以从彭婉如事件之后，我们的妇女运动从这个女性主义呢走入到国家的女性主义的这些在街头上，我们原来只能够在街头在对火车，就是狗吠火车，等到彭婉如事件发生之后，后来行政院把大门打开，让民间的妇女团体能够进去跟政府一起来做所谓的妇女的政策，所以这也就是所谓的政府与民间的伙伴关系。那这也是民主国家的一个特色，也是我们台湾的特色。好，那另外呢，就是我们跟国际的接轨，也就是我们刚刚讲过，1979年有 CEDAW 公约，那1985年这个联合国要求所有的会员国能够就是定了各种消除妇女这个把所有国内歧视法律这个女性的法律把它废止掉。因此呢，那到了1995年的时候，那在北京宣言就是每一年呢世界妇女大会会召开，所以呢我们也开始去参加世界妇女大会，那也跟国际呢就开始接轨。那所以呢后来我们就也签署了 CEDAW 公约，但是因为我不是联合国的会员国，上一张好吗？但是因为我不是联合国的会员国，所以我没有办法把我们的 CEDAW 公约去存查。所以呢，我们就因为 CEDAW 公约里面有一个好处，它就是要求所有的会员国，你签了署的那一年，你必须做国家报告。那国家报告一定讲说，哦，我做的多好多好。所以同时民间可以提出影子报告 （shadow report）。那影子报告，民间一定讲说你政府做的多不好多不好。然后呢，必须把这2份报告送到联合国去。那联合国一个专门的委员会来审查。那他会先问民间的团体，你为什么对政府这么的不满？然后再用民间的不满对政府问说，那你的回答是什么？那最后他做出建议，那政府必须要再根据这些建议，4年后必须要去报告他落实的情况。所以这是一个非常有效率的一个监督公约落实的一个方式。所以我们看到以后，我们就非常的高兴，我们就在国内就要求政府签署 CEDAW 公约，虽然不能够放到联合国去存查。我们就把联合国的专业的退休的官员请到台湾来做审查，所以呢，我们已经到了现在已经做了这个第4次的一个国家报告哈。那另外呢，好，那刚刚讲的这个就是我们整个一个妇女运动的过程。那回到呢我们的同婚的法案，那同婚法案呢，很多人讲说台湾为什么这么快就通过了？其实没有很快。我们来看看最早下一张。其实在这个1958年，其实那时候还在戒严时期，就已经女同志去问说，请问2个女同志可不可以结婚？当然答案是 no。经过28年后，有男同志再去问说，哎，请问我们男同志可不可以结婚？那时候就是祁家威，那当然答案是 no。但是他不放弃，他就到法院去告，那告当然一路败诉。但是呢，他也就不放弃，然后到各院5院呢去陈情，所以呢，从此你就会看到他这样的一个打扮呢，就是在任何的民间团体的一个活动上面呢，都可以看到他。那一直到了2000年的时候，第一次政党轮替，所以呢，我们的法务部呢就定了一个呢人民基本权利保障法，那里面呢就说让每一个人呢，他都可以就是保障同志的一个权利，但是这个法呢没有送到立法院，所以2003年的时候，因为阿扁总统上去以后，我们说民进党跟国民党最大的差别在哪里？民进党是以自由、民主、法治、人权来作为它的核心价值。那国民党是以经济发展来作为它的核心价值，所以呢，民进党既然是以自由、民主、法治、人权作为核心价值，因此阿扁总统上任之后，他就在总统成立了总统府的人权咨询委员会，所以总统府人权咨询委员会就提出了一个人权保障法。那人权保障法因为总统府不能够提案，所以呢就送到这个行政院去。那里面呢就说每一个人呢他都可以自由的这个结婚，然后呢生养小孩。但是送到行政院之后，也一样出不了行政院的大门。那一直到了2006年的时候，我们的萧美琴就现在的副总统，她呢第一次呢就提出了一个同婚法案，就是同志婚姻法。但是因为那时候就是朝小野大，执政是民进党，但是立法院是国民党，
所以呢，这个法案呢就在立法院里面呢被背革了上千次，因为所有的法案必须要经过15个立委的联署，联署之后先到程序委员会，程序委员会是依照各个政党的比例来组成。所以呢，当然执政党国民党多呢，当然就程序委员会他们的多数，所以他们就全部都背革 no， 所以程序委员会不通过，你就没有办法到礼拜5的院会去审查，所以就等于是你一直在门外徘徊，你进不了大门。因此呢，到萧美琴卸任之后呢，这个法案就归零了，因为所有的法案就是在你立委提出之后没有通过，你卸任就整个就那一届卸任之后就全部都归零。所以呢，到2012年的时候呢，我第一次的当立委。所以呢，当立委的时候呢，刚好下一张，刚好这一对同志呢，男同志，他们2个生活了10年，然后呢，到户政机关去办理结婚登记，就当然被打回票，所以他们就提起诉愿，然后到行政法院，就遇到行政法院的法官呢，他非常认真，他就说，这可能牵涉到基本人权哦，那因为法官不能够审查到底有没有违宪，所以他必须把案子停下来，去申请大法官会议解释。可是因为那时候大法官的组成还是比较保守的派的多，所以他们就很害怕说，那如果法官停止审判，然后送到大法官会议去，3两下就说这不违宪，那民间团体已经在酝酿要推这个所谓的同婚的这个立法，所以他们就很担心说，那这样子3两下变成把民间团体的推的立法变成形成一个阻碍，所以他们就很担心，因此跑到立法院来找我说，我是不是可以声援他们，所以我就帮他们开了记者会。说实在的，一般立委帮当事人陈情，然后呢帮他开了记者会，大概就结束了。但是有时候很多事情它能够发生，就是你要不要多做点什么。所以呢，记者会之后，我办公室助理就说：“委员，我们要不要来提一个同婚法案？”我说萧美琴2006年，对不对？根本就是完全不可能。那现在2012年仍然是我们朝小野仍然是国民党执政，根本不可能。他说我们试试看嘛，我们就把民法亲属篇里面的有一条婚约要由男女双方当事人订定，我们把男女2个字拿掉，婚约要由双方当事人订定。说这是一个好主意，但是就改2个字，你说这是一个法案？不太像，所以我们就要把这个异性恋里面规定结婚跟订婚男生都要比女生大2岁，我们说这个违反男女平等，所以我们就把这2条一起放进来，3条看起来像法案了，所以呢我们就去联署，大家都为我们签了，然后送到程序委员会，因为它太不像同婚法案了，所以呢就没有引起任何的惊扰，所有国民党也都通过，所以就到院会也没有人，因为院会任何一个政党都可以不用附理由就把它拉下来，所以呢也没有人反对，就到司法法制委员会了。那我是民进党第一个司法法制委员会的召委就是可以排法案。那我那时候就在想说，大家就说民间团体就说赶快把它排入法案，我说不可能的啦，事情不会那么容易，所以呢我就先排了公听会。因为呢，所有的公听会必须是由法案送到立法院，而且是由召委召开的公听会，才会被列入到立法院的公报里面去。所以呢，我们说我们应该先来开公听会，把这个同婚法案的这些讨论的议题，第一次被纳入到国家的立法院公报里面去。所以呢，我们召开了第一次的一个公听会。那召开公听会的时候，其实反对方也有人出来，但是几乎所有的棒子指向都指向法务部，因为法务部你从2001年就定了一个人权基本保障法，2003年总统府也有一个人权基本法，你怎么都没送进来，到已经对不对？2012年了，你法务部到底在干什么？所以呢，就要求法务部限期交出你的版本。好，那隔年呢，民间团体这个就组成了一个伴侣的这个同志伴侣推动联盟。那当然伴侣们集结了，他们就提出他们的法案，他们的法案就是改名称，这个夫妻呢改成配偶，然后呢这个兄弟姐妹改成了旁系血亲，然后呢父母改成直系血亲尊亲属。那用改名称的方式呢要求呢就提出法案。那时候呢就是郑丽君的主题，那跟我一起。那这里从此呢就被反同，因为同志集结了，反同方当然开始集结，他们就集结了一个护家盟保护家庭联盟。
所以呢，互家美就开始了，他们就开始提出了所谓的从此没有爸爸妈妈，没有兄弟姐妹，然后呢回家挥婚等等，所以我们就从此变成撒旦。你只要打开蛋，你大概就会看到那个闪电出来，然后有美女撒旦就出来了，然后两边就开始对立冲突。所以呢，到2014年的时候，我把法案排进去。国民党呢，当然全部所有的立委这个立委呢就被阻挡，说你不能够去签到。那事实上，在我们的法委员会里面，其实只要有5个立委出席登记出席，3个立委在场就可以开会。但是因为我们民进党只有4位立委，国民党1个都不肯签到，所以呢就变成只好空坐主席台，然后只好留会。留会呢，到了2015年下半年已经要开始选举，因为2016年1月我们就卸任了，所以呢，这个法案就开始附中就结束了。好，2016年呢，第一次民进党有行政院跟立法院呢，我们第一次是这个政党轮替，所以呢，那时候呢，我们就想到说，民进党我们的强调自由、民主、法治、人权，我在任内的时候已经提出了同婚的。对不对？表面上是不是同婚法案，但事实上就是同婚的法案。然后蔡英文呢，他在这个竞选的时候也提出了下一张，对OK， 再下一张。好，他说我是蔡英文，我支持同婚法案我支持婚姻平权。然后民进党用民进党的名义呢，去怎么样去参加同志大游行，所以都表示你民进党是支持同婚法案的。结果民进党在520上任了之后。到10月前一张，好，发生了毕安生教授的事件。毕安生是一个法国的学者，在台大执教，然后他的同性伴侣呢是台湾人，就他2个人共同生活了30几年，他的同性伴侣生病，然后生病的时候他没有办法帮他签手术同意书，后来他伴侣走了，他们2个共同租居了一个房子，因为他没有办法继承，所以要被扫地出门，所以他万念俱灰，因此呢他就自杀了。那他自杀的时间呢，刚好就在同志大游行10月，台湾同志大游行是在10月的时候，所以呢，引起这个同志团体的非常的愤怒。那因此呢，就是民进党当然要及时回应。下一张，再下一张。所以呢，我们立刻开了记者会，就说我们支持呢同婚法案，所以呢，他们就把我的版本呢就提出来。那当然，我的版本我再度的连任之后，我知道说同婚法案一定要过。因为这是民进党的一个就是我们的一个表态，所以可是，在这种情况之下，不可能是那个改2个字的版本，所以你开始进入到深水区，深水区你要提出一个真正完整可以执行的版本，所以那时候一当选之后，我就找了同志团体、民间妇女团体跟专家学者，大家呢都利用下班以后挑灯夜战开始去讨论我们的版本在哪里，我们怎么样讨论，所以讨论了1个多月之后，因为一直被这个所谓的改名称限制住了。1个月之后呢，突然有一个妇女新知的一位学者呢，他就说，我们就增设一个总则嘛，在这总则里面就说，不管什么样的性别的人，大家的所有的权利全部都一致，那这样子就不用像法务部所讲的要改上1000个法条。一听了我们就对，这就是我们要的版本，简单明了，让同志呢跟大家享有同样的一个权利所以呢，后来就提出这个版本呢，就民进党大家开会，你会看到有这么多的立委支持。好，下一张。OK， 那当然了，我们提出了这个同婚法案以后，其实在当天，国民党也透过许玉仁提出了国民党的版本。当然，他的版本就是那个改名称的那个版本，那民间的团体的版本。同时，时代力量，因为时代力量他们人数不够多，所以不能够用个人提案，就用党团提案，也提出了这个所谓的修改民法亲属篇的那个改名称的版本。所以你看到同一天3个政党都开记者会，说他们支持，都提出修改民法亲属篇的同婚法案出来。这代表什么？大家都嗅到时代潮流，谁也不想把这个 credit 给别人。结果呢，当然同婚法案呢，这个3个政党都开了记者会之后，反同方当然吓坏了。想说一夕之间有美女就可以让这个法案通过还得了，所以他马上集结呢在立法院的门口。那当然呢就说坚持到开始排入法案的时候，那因为2016年我又是当了召委，所以我就把它排入法案。第一天呢，当然怎么样，反同方去联络所有国民党的立委，你们就是不准让这个法案通过。但是
我们看到司法法制委员会里面所有的委员，因为只要你有联署，你就不能进反言，就是你不能够去反对你自己所提的法案。一看里面所有的司法法制委员会的委员，民进党的全部联署我的版本，除了我的柯总召；国民党的全部联署许玉仁的版本，除了他们的总召。时代力量没有立委，所以呢，反同法一看，没有人可以反对，那还得了？这个法案不就是一下子出去了吗？所以他们就坚决上包围立法院，然后呢，要求国民党的立委，他们就提出要召开公听会，召开32场的公听会。你想32场公听会，不用了，还没召开完就已经我们大概就已经卸任了。所以呢，当然同志团体这边呢，坚持一场也不肯开，所以两边就相持不下，然后他们就包围立法院，他们想要仿效太阳花学运，然后要去冲立法院，所以那时候就两边一直协商，到最后一刻，大家协商到说好，那就召开2场公听会，一场民进党召开，一场国民党召开，然后同时一个杀手锏，必须要在那个会期把这个法案出委员会。那当然呢，里面有规定说，出委员会，所以呢，我们这里大概1000字呢，他马上冲进来，这个总务主任过来说，你现在必须要散会，因为他们已经冲进来，你有生命的安全的威胁。OK， 所以这真的是一个惊涛骇浪。好，下一个。那当然呢，这同志方呢也在总统府前面哈，就是也召开，也大家势均力敌。好，下一张。所以呢，这个就到了那个会期的最后一天呢，那我们就是把这个版本就是国民党的、民进党的版本呢，大家把它综合起来，然后呢，就是通过就是出了委员会，所以大家都非常的开心。好，下一张。那这个版本呢，当然就是那时候他们一直在讲说要立专法，不能够用民法亲属篇。那什么是专法？因为专法有可能只是保障同志的权益，譬如说我的社会权，我能够去探病，我能够手术同意书，但是就是没有居住在一起的权利或是没有同志或是伴侣也有可能是同志伴侣法，也有可能是同志婚姻法，但是因为没有人提，他们就只是讲要专法。那专法是什么？没有人知道。所以呢，我们就后来在这个法案的时候，我们就把它弄了一个专章。所以呢，我们就里面呢提到的就是说，不管你是什么样的就是性别，那只要是2个人，他们都可以享有同样的在各种法律上面全部的享有一样的权利就只有3条而已。那这样的一个法案，当然我们就弄了一个这个。另外一个立委呢，蔡英文呢，他就提了一个专章。那这专章当然也就是让这些反同方来说，好了，那我们顺应你们的要求，说我们立了一个专章。那专章的内容其实是跟那个内容是完全一样，只是把它特别弄一个专章而已。那这个2个人就把它并案送出去，但是我们还很慷慨的在下一章，我们还说呢，如果有真的专法出来，你不需要再经过程序委员会、院会到委员会再去审查，再来并案党政协商，你就直接跳过，就直接并入档案协商。但是呢，后来根本就没有专法出现好，接着下一章，就我们的大法官出手了，因为我们的立法院摆不平。所以呢，有很多的这个台北市政府，还有齐家威还有这个就是民间团体呢，大家都提了一些这个申请大法官会议解释。所以大法官会议呢，终于做了778号的解释。那这是大法官呢，他们第一次呢开对外直播开言词辩论会。所以在里面呢，当然这个是一个非常非常有水准而且非常精彩的辩论，大家从网络上应该可以看得到。那大法官78号的解释呢，它里面在讲什么？它里面呢，当然就是说这些的反同方呢，就是这些的同志长年以来呢，都一直被歧视，然后被关在柜子里面，所以他们的这些的权利呢，没有受到保障。那今天到底要不要结婚，或是能不能结婚，想要跟谁结婚，这是牵涉到我们宪法的婚姻自由的一个平等权。因此呢，这婚姻的平等权呢，应该要受到保障。那至于怎么样保障呢？当然反同方讲说，这些人呢，他们跟我们不一样，我们会生小孩，同志你不会生小孩啊，所以你跟我不一样。我们说等者等之，不得者不等之，所以你跟我不一样，当然我可以做差别待遇。
那大法官讲说，因为这些人长久以来受到不平等的待遇，因此你要用作所谓的这个性别来做差别待遇的话，必须要用最严格的来审查，而且必须具有关联性。那他说反对方，你主张说这个同志呢，他没有办法结婚，因为婚姻呢是以传宗接代为主要的核心的目的。那你同志你没有办法结婚，所以你没有办法达到这个目的，因此我可以差别待遇。那大法官说也没错，这个传宗接代呢是我们这个婚姻里面很重要的一个本质，但是你们异性恋也没有规定说，如果结了婚没有生小孩，你的婚姻就无效，你的婚姻就可以被撤销，你的婚姻就可以当然离婚。那既然你异性恋都没有把它变成是必要条件，你怎么能够用这个来讲说你同志没有办法生小孩，所以你就不能够结婚？所以这个不成立。然后呢，反同方又讲说，因为你跟我不一样，你如果结了婚以后呢，你就会毁坏婚姻，破坏社会善良风俗。他说，这个异性恋的跟同性恋的，一个是跟喜欢异性、喜欢同性，两个人刚好就是社会的两个支柱，所以这两个支柱如果让他们规定同样的，你不能够太早结婚，你不能够我要多批，对不对？我要重婚。你也不能够说我这个跟近亲要结婚，然后呢，结婚以后你要负同居的义务，负抚养的义务。如果这些规定全部都一样，怎么会有所谓的破坏社会善良风俗？怎么会有所谓的破坏社会公共秩序？所以这个也不成立。那既然都不成立，所以呢，那至于要怎么样去保障他们，那就是你立法院的权限了。所以给你立法院2年的时间，你去立法。但是有可能你立不出来，因为这个是争议太大的事情。所以呢，如果你2年立不出来，不能够让这样不公不义的事情继续存在。所以呢，要规定你2年一到，如果立法院你立不出来 ，OK， 相同性别2个人，你们自己就可以依照民法亲属篇，带着2个证人跟书面到户政机关去办理结婚登记。好，这样的一个解释出来，当然怎么样？下一章我们看到。所有的同志们，大家来这里是欢欣鼓舞。好，下一张。好了，那当然反同方呢非常的愤怒，所以刚好呢，我们的公投法，因为公投法是林义雄呢的一辈子的志业，就是要把那个鸟笼公投的那个鸟笼打开，所以我们民进党执政之后，第一个就是去修改公投法，把那个整个门槛降下来，可是实在是降得太低了，所以我那时候就提醒说。这个可能会第一个公投的就是我们的同婚法案，大家说也没办法，这是历史共业，好吧？那就面对，真的就第一次的公投，10个案子里面有5个案子跟我们的同婚法案相同。那当然也因为这样子呢，这个反同方当然是集结了非常多的这个总是大动员那我们的这个同志团体我们的同志团体呢，真的是大家虽然各地成立了小蜜蜂，但是力量不足。所以最后把民进党的地方选举呢一起拉下来，所以我成了头号的战犯好，那因为公投失败，公投的当然他们就是提出说第10号跟12号，10号呢就是说民法亲属篇只给异性恋的用，然后呢同性恋的这个同志的下一个同志呢你要用的话呢就是什么？就是要定专法。所以呢这个公投呢这个的结果呢就是民法亲属篇的修改。就是没有路了，那就只能够定专法。所以呢，下一章。所以呢，我们的同婚法案，那为什么没有叫做同志婚姻法呢？因为反同方呢说，绝对不能够出现婚姻2个字，否则他们一步也不让。那两边呢一直在为了名称呢吵了好几个月，可是事实上只有2年的时间。所以最后呢，大家就在想说，我们有这个 C 的公约施行法。2公约施行法，儿童公约施行法，所以呢，那一天呢，大家吵得不可开交的时候，不能够用同志婚姻法，那到底要用什么法？更不可能用同志伴侣法，所以呢，就有人突然想到，那我们就用4至78号施行法 ，OK， 那就这样子，大家都觉得莞尔一笑，虽不满意，大家都可以接受。所有各国都会很奇怪说你们这个是什么？我们就是我们的大法官会议的解释的施行法，所以呢，大家就是我们说这是台湾人的幽默OK， 好，那这施行下一章。那施行法的内容当然就是让同志人他们大家都可以享有跟这个异性恋的一样的一个权利，但是因为
他们的非常的坚持，就是大法官会议解释到哪里就只能够法律定到哪里，因为大法官只解释婚姻，所以关于孩子的部分没有解释到。所以他们就说孩子的部分完全不能够提，那大家一直讨论，一直协商的结果呢，那最后就是说好，那至少已经怎么样？前面已经收养对方的配偶，譬如2个离婚了，然后他离婚之后又收养这个他在结婚，那所以后来的先生收养他前面的配偶的小孩，这个总可以吧？所以后来说好，只同意到这里。那能不能共同收养？没有规定。然后呢，能不能这个就是我原来是用收养的，我在一个就是我现在同志的，那我再收养也不可以。那另外呢，就是关于这所谓的姻亲，那姻亲呢也大法官会议没有解释，所以也不能够规定。然后呢，跨国婚姻大法官会议没有解释，也不能够规定，所以就会看到下一个，再下一个就是未尽的地方呢，就是共同收养还有人工生殖等等都没有规定下一个，这个都是我们的同婚法案的规定下一个。那当然很高兴下一个，去结婚下一个。好，那这未尽的部分呢，当然就是我们刚刚讲的共同收养那还有跨国的婚姻那以及呢就是这个姻亲的关系这些都没有规定还有这个就是生殖人工生殖的部分下一个。那因为呢这些的未尽事宜呢，后来就是我们的同志团体那就继续努力，透过个案到法院去诉讼的方式，然后最后呢就是法院这边个案呢判赢了，所以后来政府呢就从善如流，所以呢也让这个所谓的跨国的婚姻呢，他们可以用就是所谓的的涉外民事法律适用法，用所谓的违反公序良俗，让他们可以已经在台湾定居，但是呢是一个国家的同婚呢，因为亚洲国家就只有台湾通过嘛，所以他们国家没有通过，但是就说这样子他们不能够结婚是违反公序良俗，所以让他们可以结婚那下一个。那这个共同收养呢，也让他们能够大家可以共同收养。那再下一个那关于两岸的婚姻的部分呢，也就是可以，因为两岸的婚姻呢，我们是在规定在这个两岸条例里面。那其实他们是要在国外结婚，经过面试之后才能够到国内来登记。可是事实上，在中国不可能结婚，在香港也不可能结婚。那你要在外面要面试，那更不可能。所以后来呢，政府也透过行政命令的方式，让他们可以在国内呢来处理。好，下一个。那所以呢，我们的苏院长说呢，让台湾成为一个互相尊重、彼此和善的国家。好，下一个。那这个呢，就是一个爸爸呢，他发现他的女儿是同志，然后呢就不晓得要怎么办，那他就是遍寻所有的书籍，仔细努力看，然后发现了没有答案，最后他想清楚了，只有爱，你爱他，不管他是同志或是不是同志，其实他就是你的女儿。那有什么呢？所以只有爱才是呢这个能够解决所有的问题谢谢。那下一个。那因为这样子，我们同婚法案通过，成为亚洲第一。那因为呢，这个得到的法国国家公序旗帜序位的这样的一个勋章。好，那最后呢，因为呢要记录这一段整个一个多云诡谲的这样一个立法过程，现在所以呢，我们就出了亚洲第一由美女和同婚法案的故事。所以呢今天有带一些的书来，那让大家呢为什么要把它记录下来？因为这个的确是一个非常，因为外国他们同婚法案通过，有的可能就是透过他们的最高法院的解释，有的呢可能就是透过立法，有的可能透过公投，只有我们是所有的全部都经历过。那最后呢，我们也这样通过了，所以呢，这是我们台湾的骄傲，那也是我们成为亚洲第一。那因为时间的关系呢，就先跟大家分享到这里，谢谢各位，谢谢。今天本来就是一个配角的角色就是绿叶来配主角的一个红花，但是因为释字748号解释的时候，我正好是在大法官任内，所以可能很多人期待我可能可以讲很多748有趣的内幕，但是正好呢748号我是被表决要回避，所以748号我是从头到尾都没有参与讨论。但是从我被回避的这件事情呢，我们可以知道说，
其实748号的做成是非常的不容易，因为在做成748解释的时候，依照当时的大法官会议解释法，是要2/3以上的大法官的同意才可以做成决定。那么在15位大法官当中，2/3就是要10位。那我回避之后呢，剩下14位，2/3也是10位。所以如果少了我这个会坚定支持同婚的人，那么剩下来的14位大法官当中，如果没有凑到10位的话，那么就没有办法做成这一号解释。那如果没有办法做成这一号解释的话，依照当时的一个社会的氛围，其实是非常的危险哈。那因为我虽然没有直接参与748号解释，但是基于我常年担任大法官的经验，由我来解读748号解释的文字，我们可以看得出里面有很多波谲云诡的地方，可以回应刚才那个尤律师也是尤立委他在讲这个立法过程的时候的一些经过。那么我现在先把748号解释，如果我们可以 Google 打得出来的话，是不是可以打出来？好，那没关系。各位都很关心748号解释，但是有没有人把748号解释从头读到尾？有的人请举手。我可以跟你说，即使是法律系的教授或者是法律系的一个学生，基本上大法官的一个判决呢非常的长，而且他用了很多的一个法律的一个术语。那么刚才呢，尤律师有点出748号解释的2个要点，一个就是说748号解释是让两个相爱的人以共同生活为目的，成立亲密性跟排他性的一个结合。那么这是一个748号解释的一个本质。那么第二个呢，748号解释做成之后呢，要在2年之内，立法机关应该立法让有意要成立这种结合关系的人可以做婚姻的登记。这是2个本质，是它的解释的一个核心。但是这个案子最困难的地方还不在这个解释的核心，而是说这个案子你大法官要不要受理？受理这件事情呢，其实是大法官要不要决定这个案子判决能不能出现的一个前提要件。那么在当时的一个大法官案子审理的一个氛围呢，其实要不要受理这个案子是一个很大的一个争议，因为立法院会主张说这是立法权。反同团体，你看他提出来的一个标语也是说婚姻家庭全民决定，他不只是他还不愿意交给立法院，他要用全民公投的方式来决定。那么如果司法机关只有15个大法官来做这样的一个决定，他马上面临一个民意很大的一个压力。所以大法官要处理的第一个问题，就是要建立起人民对这个大法官解释的一个信心。那么也是在这样的一个基础之下，我才会主动提出说我要回避这个案子，因为依法我是不需要回避的，因为我作为一个大法官也不能轻易回避。那么这个案子呢，提出来申请的当事人跟我没有利害关系，尤律师当时也不是申请人，申请人是台北市政府跟一个齐家威先生，他们因为要申请做婚姻的登记而没有办法获得准许，所以他们是释宪申请人。尤律师也不是释宪申请人，立法院也不是释宪申请人，依照法律我是不需要回避的。但是我自己主动提出来说，因为我的太太是一个长期从事这个运动的推动者，大家都知道。那么为了避免大家认为有偏颇之余，所以我主动申请回避。那么由大法官全体来做决定，大家决定的秘密投票的结果是同意让我回避。所以由这件事情可以知道说，大法官在处理这件事情，其实从程序到结果，所有的过程都非常的严谨。这是一个748号解释的全文，大家都可以看得出来，它非常的长，它的解释文就是刚才尤律师刚才提到的。那么他看他的理由书，我们先把往上推，理由书他先讲了，再往上，关系机关列申的，再往上，好，这里视察，这个地方才是一个重点。如果你要我来解读的话，我以
从事大法官那么多年的经验，他首先要谈的就是说，为什么大法官要审理这个案子？因为立法委员从95年开始就已经提出法案，101年、102年，其中又有提到我太太的名字尤美女。他说这些呢，经过了10余年都没有完成同性婚姻相关的立法程序。那么再来呢，本件申请事关人民重要基本权之保障，本院领于宪法职权，依照第几号的解释意旨，应就人民基本权利保障及自由民主宪政秩序之宪法基本价值之维护，及时做成有拘束力之司法判断。所以在他决定要不要受理这个案子的时候，他有考虑到立法院已经10几年没有办法做出来。第二个，这个事情是每天都在侵害有一部分人民的基本权利，所以他就提出一个重要的一个论点，说人民的基本权利长期受到侵害，而立法院已经10几年没有办法做成决定了。在这个情况之下，我司法院我才决定受理这个案子。所以这个部分的一个折冲，就回复到我刚才所讲的，其实15个大法官当中要有10票是很不容易的，现在14个大法官当中要有10票是很不容易的。尤其是在当时15位大法官当中，蔡英文提名的其实只有7位，其中8位是马英九提名的。那么蔡英文提名的7位，加上我回避的，剩下6位，所以剩下是8位。那么总共14位大法官当中要有10位是很不容易，所以只有在这种很坚强的理由之下，才有办法受理这个案子。那么我们再往下打，再后来就是这些理由。那么我们提到再往下。我只讲再往下，最后的再往下，好，是这里，好，虑及本案之复杂性及争议性，或需较长的立法审议，又为避免立法延惰，导致规范不足之违宪状态无限期持续。至于有关机关用2年内用什么方式完成修法？至于以何种形式，例如修正婚姻章、于民法亲属另定专章、制定特别法或其他形式，它是交给立法院来做决定。其实在我一看这个文字，我就知道这是一个妥协的产物。因为大法官当中也有一些人认为，就依照婚姻不应该用专章，也不应该成立特别法，你真正的平等就是男女或者是同性，它就都一样的是婚姻，你只要修改婚姻2个字，把男女取掉就好了，其实是非常简单的。但是从这个文字可以看得出来，大法官内部一定有很多不同的意见。最后妥协的结果就是说，我们为了要达成决定，我们就把这个问题全部交给立法院，后来才会导致后续的公投，后续没有办法决定什么问题，最后才会有大法官解释4至78号施行法的这个问题产生。其实大法官在当时，如果能够这个问题如果能够有10票，就在民法亲属篇就解决的话，就没有后续的这个问题了。那么从这个文字，在我这个算是有经验的人的解读，我就知道内部一定有很多的冲突。所以我只是以一个受回避的大法官的身份来协助各位解读78号解释，同时也可以支持说这个法案从制定到大法官解释到最后通过，其实是非常的困难，可以说步步惊险。那么跟各位分享到这里，谢谢。谢谢那个尤律师跟黄大法官刚刚帮我们爬梳整个同婚就是通过的一个脉络。那我其实想问的是人工生殖法，因为你刚刚有提到说，其实结婚是第一步，其实对我们同志朋友来说，其实后面还有很多关卡。那我觉得在生小孩还有领养孩子这部分，我们其实遇到很多挫折。那我想要知道你们在法律层面会怎么去看人工生殖法，还有它之后可以怎么样去做修改？因为它目前是保障合法婚姻关系之异性夫妻嘛，那我觉得这个部分其实就蛮有很大的障碍，然后它也限制了代孕的那个部分，这样子。谢谢。再一个问题，还有人要问问题吗？OK， 都没有人有问题哦，好，两只一起。
谢谢尤美律师跟黄大法官。那我想问的是，我觉得接下来可能也有很多争议，就是跨性别者的免诉换证的问题。那一样也要问类似的，就是说对法律层面以及人权层面上面要怎么看这个议题？第二个是跨性别的免诉换证问题嘛，对不对？对。好，关于人工生殖的部分，因为这个部分现在立法院正在讨论。那当然，人工生殖的部分有两个层面，一个层面就是女同志，那事实上女同志要只要用人工生殖法，只要开放，实际上就可以用。那男同志必须牵涉到代理孕母的问题。那因为代理孕母在我们国内是性恋的代理孕母一直没有开放。那没有开放的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就是说你代理孕母是要利用别人的子宫来帮忙生小孩，所以这里如何去保障那个代孕者？那这个部分呢，一直没有很细腻的讨论，因为我们也看到，就是在外国老化的一些国家，像说泰国等等，那只要生出畸形儿的时候，那父母原来都签约，他要去把他，对不对？你必须要把他带过来，但是我今天我就不想要了。那孩子生下来，孩子是一个活生的一个生命在那里，那通常会当代理孕母一定是经济弱势。那一个婴儿在你那里，他又不能够把它丢掉，不能够扔掉，你又不来带，那我怎么办？所以在这里太多打官司这个孩子都已经，对不对？这个拉扯的，所以他实际上有很多的怎么样能够来保障这个代理孕母，而且不会像你曾经有过比如说我们都在养这个什么电子鸡，对不对？所以把代理孕当成一个工具，然后呢拼命限制他吃什么，限制他不能吃什么，或者拼命喂他什么等等。所以这里面牵涉到很多人道的问题。因此这个部分呢，就是事实上也不是说一定不可以，只是说这里面的保障那个 balance 在哪里的部分还在讨论中。所以那这一次呢，当然就是在台湾的民间妇女团体是希望说，先开放单身跟女同志的这个人工生殖，让他这一部分先上路。那代理孕母的部分，希望把这个配套措施能够把它更完整。但是好像目前还在拉拔，所以这个部分就是还有待努力。那至于手术这个免诉换证的部分，也就是跨性别的这个部分。那因为在过去跨性别都是需要利用就是需要不断的各种的手术。那手术完之后，你才能够拿到这个证明，然后你能够去更改性别。那一般的人对跨性别可能搞不清楚。好，曾经有一个长辈呢，他就跟我讲说，有没有不可以啦？你们什么推那个同志同婚法案？那将来呢，这个什么进去女生宿舍，男的进去，女的出来。我说你到底在讲什么？所以一般的人把同志跟跨性别真的是搞不清楚。那事实上，同志就是跟我们的一般的人一样嘛，大家都知道，就只是我爱你，就是同性爱同性而已。但是跨性别的，他的就是他可能是生理的性别是男生，可他脑袋瓜是女生，告诉自己说我是女生，但是我就生理是男性，所以他没有办法认同自己的身体。因此有很多的跨性别的，他可能就是会对自己身体的不满意，会有一些都会自残，或者有一些会忧郁等等。那当然不一定，但是曾经有一位跨性别的，在我当立委的时候，然后到我办公室来，那他刚去把这个喉结拿掉，所以呢声音非常的奇怪。那我就问他说：“你这样不会很痛苦吗？”他说：“这个不算什么，因为喉结拿掉只是第一步而已，后面还有很多的重置的工作。”他说：“这个跟我每天早上起来，我的脑袋瓜跟我的身体的冲突，那样的痛苦才是真正的痛苦。所以呢，我第一次才了解到说跨性别他的痛苦在哪里，因为我们异性恋的或是甚至同志也要去同理，跨性别的不见得都能够同理。所以有时候我们对于跟我们不同生命经验的，有时候是透过一些的影像。其实我看到，我也是从电影里面才能够了解到说，一位跨性别的他需要经过多少的手术，然后那些的痛苦的经历，我才能够真正的去了解到说，为什么他们要争取免诉换证。
因为事实上你经过心理医师的证明，那能够有这样一个证出，我就是生理跟心理好没有办法配合。好，但是当然很多的人是有疑虑的，尤其大家对说可能是不是会有人会假装跨性别，然后去做性侵啊什么等等。那当然，社会永远会有各种不同的声音，就跟我们的同志婚姻要通过，会有各种的很多大家什么教一样的，大家会觉得说这个根本就不可能，但是很多人还是会相信。好，所以这个部分就是需要更多的沟通。对，好。还有其他问题吗？还有我们先收2个问题。好，那边有一个吗？我有麦克风。两个一起。非常谢谢黄大法官跟尤律师的分享，我觉得很心痛，但也非常的感动。那我想要请问的问题是，就是身为一般民众，就是或者在美国的台湾人，如果我们对于这样的议题非常的有热忱的话，你们会建议用什么样的方式来支持或者是参与这部分的讨论，或者是可以尽一份心力？谢谢。还有任何问题吗？可以再开放哦。好，我找两先生。很感谢2位把这个我不太懂的事情讲得非常清楚，尤其是我听到台联非常反对免诉换证，他们也做了很多演讲关于免诉换证的事情，那你有做了一些解释哈。他们烦恼的事情就是说，假如女生厕所有看起来像男生的人进去，那他们会觉得非常不舒服这样。那我还有另外一个问题哈，那个就我从你开始的演讲听到，你觉得台湾国民党政府过来宪法很不合理，那国家要正常化也是非常重要的事情。那这个同婚的事情，你们已经有了不错的成绩，那台湾要国家正常化，你的想法是怎么样？那公投现在是被有点像绑住了所以台湾国家正常化做得很慢，所以怎么样能够往前进？谢谢。刚刚第一个议题我不要听得很清楚。第一个问题是问就是在美国的，就是台湾人的第一个问题。他的第一个问题，你的第一个问题是免诉换证那个，假如你很担心你是女生，你到女生厕所，有一个看起来像男生，所以这个台联这个组织他们非常反对免诉换证。那这样子的话，你是怎么样跟他们解释说，放心，他们除非认为你不会买书。好，那在海外怎么样去关心这些性别议题？其实我们海外的所有的朋友其实都非常关心台湾的议题。那当然，一个是，其实我记得很晚的事件发生的时候，我们海外的学生其实发起了这次妇女安全日，然后呢也在网络上串联署。然后尤其现在是一个网络的世界，所以事实上是可以通过网络的声援，那也可以多把一些国外的好的例子介绍所以我是觉得这个都可以做。那另外如果说你是相声化透过拍各种这类的影片，我觉得影像的传播力是非常强的，所以实际上可以有各种的方式，因为事实上像同婚的议题，你是没有办法用说道理的，因为信者很信，不信者很不信。你跟他说什么，把他摆在一起说就是这样，他跟你说就不是这样子，所以实际上是没有办法透过说理的。那能够透过的是什么？就是透过影像、透过影片、透过真实的故事，让当事听。所以呢，我是觉得这也就是沟通。那在同婚法案通过的时候，其实我们的民调只有37%，依照政府的民调。那现在同婚法案已经通过，台湾已经发到70%而已了。所以事实上就是一个接近的一个方式。那当然也有很多人，他其实同婚法案通过了，那敢跟家长出柜。那其实很多的父母其实都知道，只是大家不晓得怎么去讲。
所以呢，曾经呢，我有一个当事人，然后呢，他的女儿跟他的妈妈出柜，然后妈妈就跟他讲说，这件事情只能在我们两个之间，不准你去跟外面的人讲，也不准让我有神知道。所以家里开始进入到底气呀，因为你家里存在一个不可告人的秘密。有一天呢，他妈妈跟他的阿姨在聊天，然后当然他们就开始骂同事啊，然后说怎样怎么讲了老半天。最后呢，他阿姨就话语转，他说其实你也是不是的，他也是什么样的鬼怪啊，人家现在外国同事也跟那时候同事很公开没有好好的事，然后人家外国同事也都这么好好的呢，那人家讲嘞刚丢，所以后来他说必须要用刀一起来，就他妈一听说听讲，我当起来，我一个心好家。然后我说：“你当起来，我当起来。”他也是一种，然后同时就不再秘密了。所以事实上，大家都有害怕，为什么？尤其是我父母辈的，因为我们传统就是被教导你要传宗接代。大家最害怕的就是我断了子嗣，我怎么去面对我的祖宗？所以他们心里也非常的沉重。但是现在我觉得有个好处，现在连异性恋都不想结婚，不想生小孩。所以他们那种就是我会断绝子孙的子嗣的那种压力减少了，那刚好就是反正大法官也做了一些事嘛，传宗接代不是你的必要条件嘛，对不对？所以呢都可以有正当的理由。那当然也不是说叫他们不要结婚要生小孩，因为出生率全世界最低的哈，所以是叫大家可以在不一定要结构，当然这是一个话题。那这位上面提到的就是担心说男变女变啊等等。其实我看现在美国几乎全部都是无烟的厕所嘛，当然那个很占空间嘛，对不对？以前男生排排站，他们可以有10个，就是在那个男生的厕所，但是现在每一间都是男女都可以共用变成一间一间，所以他们的厕所的数就减少了。当然这也是一个问题，可是事实上在台湾其实有些是无烟的，然后有的男的有的，所以其实都可以。我觉得只要方向对了，所有的创意都是可以想出来的，所以没有解决不了的问题。那另外一个你刚刚提到的就是怎么样让台湾国家正常化的问题。说实在的，这一次的应该说台湾本来就是一个正常化的国家，只是被我们去承认。所以我们如何能够争取更多的国家来承认我们，我觉得这是非常重要的。那现在台湾的局势，台湾的这个局势呢，其实是有史以来最好的，尤其在小李总统执政的时候。在过去人家讲台湾，人家都不知道台湾是什么。但是当我在任内当立委的时候，我是2012到2020年，我接触的来拜访的各国的国会议员，大概没有这个300人次。那他们一到台湾都是第一次到台湾，他们到台湾呢，第一个都非常的惊艳，因为他们想象的台湾就是张开水的台湾，不然就是开烂的台湾。所以呢，他们下机场之后发现，哇，怎么有这么进步的、这么干净的、这么友善的一个地方？然后呢，进到立法院之后，他们第一句话就是说：“你们现在在讨论什么议题？”我们就跟他讲说：“我们在谈同婚法案，我们在谈转型正义，我们在谈年金改革，我们在谈假消息。”他眼睛跟着大大们说：“你们怎么都跟我们同步？”我们说：“本来是骗你们话，我们自由民主保护国家，我们就开始当大肆宣传，然后就觉得真的台湾真的是不一样。”所以呢，我们真的是在以前那个都是说仰赖外来的东西把它吸收进来，现在真的是我们要开始怎样，开始把我们推出去。所以以前我说台湾其实有很多样，现在台湾是什么？台湾是一条金鱼，对不对？我们要航向世界，航向海洋，我们要把我们台湾的我们台湾真的就像我刚刚所讲的。我们台湾的深化，我们把这个西九公约，把国外的专家学者请到台湾来审查，然后做事5天。第一天问这跟民间团体 AGO 看他们这种学术 report 的，第2天跟政府的官员谈，然后呢第3天跟大家综合座谈，第4天跟关前闭门会，第5天开记者会。在联合国一个国家只有10分钟，所以他们说你们台湾真的是独步全球，他们都非常的惊艳。那我们自己的法律自己利益，这也是独步全球。
我们的申请大法官，对不对？每个大法官都要被报写成品，因为什么？要到15大法官，你要提出你对这些看法。所以，事实上，人民的力量出来，这就是民主。所以，这一次的大罢免，真的是非常重要。每自己的人要自己做主，如果很成功，那我真的比较对啊，就看这个人，他们是台湾不过尔尔，对不对？我就可以大肆的信任。所以呢，人民的太阳花学运让台湾跟中国区隔开来，年轻人看到自己的国家自己救。太阳花学运的时候，我2014年那时候在立法院是守在门口的，然后20小时都没睡觉，然后只要呢就是有记者邀请啊，我负责带个记者进去里面的。所以呢，真的你可以看到我们年轻人这一辈真的也做了很多的事情，我们把底铺下去了，棒子交给各位年轻人。不管尤其现在的网络真的是无远弗届，那各位好好的加油。台湾永远让人家非常的惊艳，尤其我们的小英总统卸任之后，仍然到各国去演讲，这个是把我们台湾推出去，是从来没有过。我们的总统是不能够出去的，我们的副总统也不能够出去，都被中国限制住了。但是现在从小英总统卸任了，他可以到各国去演讲，然后他所讲的非常的令人惊艳。我们的以前的萧美琴的驻美大使，对不对？让整个国际局势真的完全改观。所以真的是不要小看台湾，台湾有各位大家一起撑起来，台湾有将影响世界，我们是那一只大金鱼要游向世界，大家加油！我来补充一套解释哈，今天跟各位做大法官解释的解读，你稍微往上提一下，往上，再往，好，在这里，这个4至771号解释，各位即使是读法律系的人，光看这个解释文可能都看不懂，各位不用努力去想，因为我相信你一定看不懂。我如果没有解读的话，虽然你看的都是中国字，但是你一定看不懂。但是我解读完了以后，你就会知道这套解释的重要性。回复到刚才有一位先生问的说，台湾怎么样走向一个正常化的一个国家？刚才尤律师在讲的时候有提到很多民法亲属篇的规定啊，不合时代，然后对男女保障不公平等等。其实我们的民法在民国20年的时候是民国20年的时候制定的。民国20年的时候，台湾并不是民法的适用范围。民国20年是1931年，台湾是在日本统治，1931年日本统治的30几年，日本统治40年，中国大陆推翻满清，建立民国，开始制定民法。民法在民国20年制定，开始施行。好，开始施行之后呢，法院的运作没有间断，所以民国20年民法制定以后呢，案子送到法院，法官开始依照新制定的民法来开始审判。法律只规定了一些重要的原则，但是法官在判的时候，他自己会去解释，会去解读。那么解读下来就变成一个判决。那么各位想想，民国20年甚至于民国30年在做判决的那些法官，他的教育背景是什么？他如果是民国元年出生，开始接受现代的教育，他至少要到民国20年才成年，对不对？所以他20年成年，他不可能当法官。我们如果假定民国20年在审判的那个法官是成熟的一个40岁的法官，那么他应该是民前20年出生的，是清朝时代出生的。他清朝被推翻的时候，他可能已经通过秀才或举人，他已经在县政府里面当判官。现在案子到他手上了，突然他说法律改为民法。所以这位清朝的秀才跟举人呢，依照民国的法律开始审判，他开始去做解释。所以民国20年到民国37年，1949年，中国大陆回到台湾之后呢，中国大陆已经累积了很多的判决解释。那么各位要知道，这些判决解释是清朝时代教育出来的人，用民国初年刚刚成立起来的民法，做了很多的判决跟解释。那么这个判决跟解释对台湾有没有效力 ？Unfortunately， 对台湾是有效的，因为我们中华民国政府从1949年 move 到台湾之后，他认为
中国大陆我们法统是相同的，因为中国大陆选出来的国大代表、立法委员持续到台湾来当立法委员、当国大代表，所以在大陆时代，司法院所做的所有的判决跟解释就适用到台湾来。那么适用到台湾来，台湾的法官在审判的时候就要被当时的很多判决先例所拘束。所以我们在当大法官的时候，有很多的解释案，就发现说，这个为什么法院的判决这么奇怪？那因为追根溯源才发现，法院判决它是适用民国20年、民国30年、抗战时代、北伐时代，北伐刚完成，那个清朝的秀才跟举人用他满清的官员在解读亲属篇、继承篇、土地法做出来的一个解释，所以拿到台湾来会非常的奇怪。我们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来讲，民国20年，民法成立之后，20年之前用清朝的法律，那么清朝法律跟民国法律衔接的时候，会发生继承的问题。比方说继承在清朝时期，那么婚姻在清朝时期，那么继承发生在民国之后，那么继承的法律应该用清朝还是用民国，就有适用法律的问题。那么1949年，国民政府到台湾来，也发生一个国民政府的中华民国法律衔接日本法律的问题。所以民国跟清朝的衔接，跟在台湾的中华民国的法律跟日本政府的衔接是不一样的法律衔接的问题。但是台湾的法院都用清朝跟民国衔接的判决跟解释来处理台湾跟日本之间的判决跟解释。这个案子呢，就是一个很恰当的例子，就民国40年的一个判例等等，他用了本院37年院解字解释。本院就是司法院，37年就民国1949年还在大陆的时代。他说认为这些东西呢，应自本号解释公布起不再适用。所以大法官看了这么多的判决之后说，以后不要再适用。那么更重要的是这一步，本院院字及院解字解释是本院依当时法令以最高司法机关地位就相关法院之统一解释所颁布的命令，并非由大法官依宪法做成，于现行宪政体制之下，法官于审判案子时固可适用，但仍得依据法律表示适当之不同见解，并不受其拘束。关键在于大法官做了一个改变过去所有的见解，说过去司法院在大陆时代所做的解释，在台湾法官不受其拘束。那么他改变怎么样呢？本院释字108跟174，108跟174就是大法官刚从大陆那边过来的时候，他们做了一个解释，说司法院在大陆时期所做的解释，在台湾都要继续适用，有拘束力。那么到我们这届大法官107年，我记得这个是107年，我们这届大法官终于说，本院释字107及108及174于此范围内应予变更，推翻了过去大法官的解释，宣布大陆时代的那些解释不合时宜，台湾的法官不再受他的拘束，台湾的法官应该依据台湾的时空背景，根据台湾独特的历史地位，台湾独特的一个环境，我们自己做我们法律的解释，不要再受到大陆时期那些时空不宜的解释的一个拘束。那么这也是台湾慢慢从法律面慢慢呈向一个自我主体、自我尊重，就是开始尊重自我主体的一个地位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步骤。所以释字771号解释，其实它所影响的范围不只是婚姻、继承，还有土地所有权等等很多问题。在我们任内有很多的一个判决，后来都根据这一号的解释的一个精神，以台湾本土的立场来做大法官的一个解释。所以回应刚才这位先生提出来的很有价值的一个问题，谢谢。好，因为我们时间的关系，其实我们时间已经到了。那我们 take 最后一个问题。有2个人。那就最后一组。好，那我们就最后一组问题，就最后2个人。好 ，OK。你比较近，所以我先给你。谢谢2位今天给我们的这个就是今天的这个精彩演说。对，然后我想要特别谢谢尤美女律师，就是因为那个时候同婚还有那个释宪的时候，我刚好人都在台湾，然后都有参与。
然后每次在现场啊，不管是游行或者是视线现场，然后反正就看到尤美律师的时候，就会非常，就大家都有一种吃了一个定心丸的感觉，就觉得哦，有一个人这么在立法院里面这么为我们发声，然后就觉得很感动，然后很谢谢你，然后也谢谢你，还有那个黄大律师，有这么多人愿意在前线为我们发声，然后跟我们一起在这个运动上前行，然后这是想要先感谢你们。然后问题是说，当初有什么动机或者是契机让你决定要接下这个萧美琴副总统的留下来的这个同性婚姻的法案？然后在这一路上有什么东西是一直支持你？因为这一路也很曲折，然后很多阻力，是什么一路一直支持你，然后继续愿意就是为同志们发声啊，或者是为女性团体发声这样？谢谢。那我们再一个，对，那最后一个问题。谢谢你们今天的演讲，我觉得非常棒。那我有一个比较哲学或者法学的问题，我想要问，就是我觉得看美国过去这100年来的历史，有点美国人权、民权、劳权、女权的前进，但是从雷根时期开始，整个保守主义从开始草根运动，然后开始慢慢茁壮，然后到现在到了一个顶点，然后开始整个重新的反噬我们过去做的所有的努力，整个 DEI 的回头路。那在台湾的这个民权运动跟台湾的这个法律的制定上面，我们应该怎么样走？到底人民的共识应该走在法律的前面，还是人民的共识跟法律应该携手并进？那台湾要怎么样走，才可以避免走上美国这种路，走上美国这种保守路线反扑的这种路线？谢谢。好，喂，好，刚刚第一个问题就是说为什么能够坚持？当然，刚刚其实也跟大家讲，就是其实是整个妇女运动，就是你遇到问题，解决问题，然后又发现问题，又在解决问题，然后要解决问题就要想出各种的策略。所以呢，台湾的妇女运动现在走过来40年，妇女新知基金会40几年，但是呢，我们几乎很多的档案都没有留下，也不是说没有留下就很凌乱，因为你不是先想好一步一步的策略。所以我刚刚讲说性别意识的觉醒、法律的修改，然后呢政府制度的改革到国际的接轨，那是经过40年后再回过头来看，把它理出来的理路。事实上，整个妇女运动其实就是遇到问题解决问题，遇到问题解决问题，一路走来，然后闯出一片天出来这样的一条路。那我因为加入了妇女新知，所以在那里性别意识的觉醒。说实在的，第一次人家妇女李元珍要成立妇女新知杂志，然后找了我的学姐刘玉秀，然后说，哎，有一群妇女朋友想要成立杂志社，看我们兴趣。然后我说妇女有什么问题吗？因为那时候根本没有女性意识哦。然后呢，是抱着认识朋友的心情过去。然后在那里被当头棒喝，因为他们说：“哎呀，我们的新科立委，我们的这个法律呢，你能不能站在法律这个女性的角度，然后去写妇女的法律文章？”我说：“妇女有什么问题吗？”然后呢，当然就被当头棒喝。所以从此呢，我会很认真的去看我们的妇女新知的杂志，从第一页到每一个字来去看，慢慢的性别意识觉醒之后，我看到我们法律里面的不公平，男尊女卑的这样的一个法律。所以呢，为什么要从性别意识的觉醒？就所有的事情要从意识的觉醒开始。所以我们要建立国家。我说阿扁总统的最大贡献是什么？让我们台湾人开始有国家意识。这台湾人的骄傲，这是阿扁对国家的最大的贡献。不管他后来是怎么样，但是我觉得这是阿扁对台湾最大的贡献。我们台湾人刚刚一旦骄傲，我听到这几个国家，这是我们，所以一定要有一个这种意识的觉醒，这是最重要的。那我因为在妇女运动里面，我的性别意识的觉醒，让我的人生完全改变。所以呢，我会一直投入。当然，在运动的这一条路上，很多的人进进出出，但是因为我觉得我在这里受惠，我就应该要付出。然后，我自己是投入人权的律师，所以呢，看到
这个同志的议题，当然这是一个人权的议题。所以呢，那当然也不是我一个人，事实上就是一群人，大家一起努力所以能够坚持过来。那当然在这里面，其实不会是我一个人的努力，是所有的人努力，包括我们的行政院、我们的苏贞昌的院长。如果没有他最后的一席话，他讲说，当年民进党在成立的时候，当时要去登记党员，因为那时候还在戒严，很少人敢抛头颅洒热血的了。然后呢，当这个美丽岛事件需要找辩护律师的时候，其实也是很有限的律师敢站出来。那今天不用抛头颅洒热血，只是选票而已，大家在怕什么？那10年后，你的孙子问你说：“阿公阿嬷，当同婚法案的时候你在哪里？”你要很骄傲的说：“哦，你看阿公当时投下赞成票。”还是你要说抱歉，然后一干话尿遁，对不对？所以呢，这样子把票推出来，因为很多人大家都说我宁愿投弃权票，因为怎样他的选民不支持。那小英总统坐正在总统府，所以大家要去看的，除了我那一本以外，还有另外的就是苏贞昌的护国4年，在里面就有一章就是同婚法案。然后小英的这个时代如何转的弯，里面的第一篇也就是同婚法案。他在总统府里面，今天接见反对方，明天接见统治方，两边这样子夹击。然后呢，他的秘书长呢，到晚上8点多出来，看着天空，看着总统府，这是让他改观。最后把学历小英觉得，你来不做决定。所以事实上真的不是那么容易，但是真的就像那一天的，外面要投票之前下大雨，通过的时候雨停了才会出来，就是大家的努力。最后全垒打，然后让它通过。所以所有的事情，只要有热情、有信心，没有努力绝对不可能成功。所以呢，它一定是过去多少年的积累。所以我刚刚一直讲，从1958年开始女同志，虽然她只是打一通电话，但是事实上这样子算起来就是一甲子。所以呢，所有的事情真的就是不要气馁。一步一步往前走，众志成城，最后就是会成功。那刚刚另外那一位的议题是那个我来回答，那个我来回答。好，你说回来。刚才那个也提到说，长期以来进行的民权、人权、劳工、妇女保障的运动，从雷根政府时代以后，好像进了一个反转的时代。那我想，其实他讲雷根，应该他真正的意思是讲川普吧。川普时代更严重了啊！其实川普这个民粹政府的出现，也不是第一个，在欧洲、西班牙、波兰、匈牙利，还有其实在打仗之前的以色列也有相同的情形。所以这个自由化的运动，自由化的自由主义的一个运动呢，受到右派的比较接近民粹思想的一个反扑。在过去，甚至于在欧洲，它最大的一个中流砥柱应该是法院系统，因为法院的教育，像我刚才提到了，是马英九提名的大法官也好，蔡英文提名的大法官也好，其实在这些民主跟人权保障的问题上，并没有太大的差别。很多人把这个东西去区隔，说绿的大法官、蓝的大法官，其实他们不了解法律人学了法律的一个基本的精神之后，其实有一些基本原则是不会违背的。纵然政治立场有所不同，但是比方说像人权的保障、像平等权的保障，这个不管你被认为是蓝营还是绿营的大法官，大家本质上读了法律都有很多相同的基本价值。那么有一些人是因为每次释宪都输了，他就只好找个理由说这些都是什么党派的。其实你仔细去看，当时2/3要通过的时候，所谓你心目中的某一营的大法官其实是占多数的，那可见不是一个大法官颜色的问题，是法律思维的问题，是你自己的立场是不是跟法律的一个主流价值产生区隔。但是现在的问题是，尤其是美国比较大的问题是，川普有机会任命了3个大法官，所以把大法官在内部一个保守跟自由的阵营做了一个很大的转变。所以其实在宪法界或者是世界各国的司法界，都对美国的状况是很担心。你的状况我们宪法学者也都了解说，
在这个问题之下，其实这个问题还要持续的观察，但是还好，欧洲宪法法院、人权法院还相当程度能够保障人权的这个底线。美国的媒体也还算是一个公开、可以独立自由发声的一个机构，所以在自由的土壤、自由的气氛之下，也许左右的个摆荡是大家必须经历过的一个途径。那也许经过这个摆荡之后，可能彼此都可以各自修正，找出一个比较好的一条路。所以虽然我们有担心，但是也没有太过度的忧心了，因为在自由民主体制之下，本来就是互相调整、自由摆荡的一个过程。反而是那些专制体制铁板一块的，他连摆荡的机会都没有，他会变成什么样子，那才是更值得担心的。好，谢谢回应大师。